小奶团第一次见爹爹，就指着对方鼻子骂渣男，不但将千万豪车拆成零件卖废铁，还用计时炸弹当做初次见面礼。只因2年前奶团妈妈被妹妹诬陷，成了众人厌恶的恶毒假千金，渣爹对此也是信以为真，导致怀有身孕的奶团妈妈失望至极，便偷偷带球跑路。在生下她后，将其托付给寺庙老师傅，自己则消失无踪。可随着小奶团一天天长大，饭量也是愈发惊人，别的成年人一顿顶多3碗饭，小家伙却要连吃3大锅，导致本就收入微薄的老师傅更加雪上加霜。直到2岁时，小奶团学会了拆东西，整天不是拆东墙就是拆西墙，甚至就连买菜用的小电驴都被拆成废铁。至此，老师傅终于狠下心将他送到渣爹面前。此时的公氏集团楼下，大饭锅拿着照片一一比对着进进出出的人，突然一个男人闯入他的视线，大饭锅看了看男人，又看了看照片，当即迈开小短腿冲了上去。衰人你好，我是你爸爸。由于跑得太急，喊出的话都未过脑子，听得龚凌霄眉头一皱，他是个有洁癖的人，对小孩更是厌恶至极，于是直接迈步往女孩的裙子踩去。大饭锅看着自己的小裙被踩，当即气愤的小手一推，龚凌霄猝不及防之下被推得踉跄后退几步，一时间脸色更黑了。你们都死了吗？还不把这乞丐弄走？站在一旁的保镖赶紧上前，只是大饭锅死死扯住龚凌霄裤腿喊道：爸爸！这一奶声让周围所有人都怔住，不禁在2人间来回观察，竟发现女娃长得就跟缩小版龚凌霄一个样，而龚凌霄那黑沉的脸则更加阴沉。小屁孩不要碰瓷，要不然我把你扔到马路上让车撞死。他烦闷地揪住小东西的领子把他提起，却在下一刻突然响起撕扯声，奶娃竟直接把他穿的高定西裤扯烂，一股凉意窜进光秃秃的长腿里，所有人顿时大惊失色，又努力憋着笑，而被男人揪在空中的大饭锅却有些懵懂，这裤子也太不结实了。接着将手中布料塞进龚凌霄怀里，爸爸给你。龚凌霄整个人都要裂开了，冰冷的俊脸恒温升高，直接扬手把孩子提到最高，而后失去理智的朝身后马路扔去。一旁的李特助见此赶忙上前劝阻，龚总不要啊，要不孩子交给我，您先回公司。龚凌霄闻言这才松开大饭锅转身离去。大饭锅见此正欲追赶，却被李特助抱住，宝贝乖啊，叔叔给你吃糖糖。听到有吃的，大饭锅瞬间激动了，完全不在意离开的龚凌霄。李特助见此顿时松了口气，买来一堆糖后嘱咐小奶团乖乖等爸爸来接。大饭锅吃着糖，真就乖乖站在那等爸爸。可是这一等就到了晚上，龚氏集团的大门早已关闭。龚凌霄忙了一天，像往常一样乘坐电梯下到停车场，随着车子缓缓启动，哐当哐当的声音随之响起，紧接着整个车身慢慢下降。龚凌霄满脸问号，明显感觉自己矮下一截。龚总不好了，我们车轮掉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恼怒的想要推门下车，却发现车门前被一个重重的东西抵住。爸爸！小奶婴从车窗外冒出来，大饭锅看到龚凌霄兴奋不已，因为这个是好爸爸，说吃完糖糖就会来接他，现在真的来接他了。爸爸抱抱。那胖乎乎的小身板就这样丝滑的从车窗爬了进来，龚凌霄瞳孔地震，身子下意识往后躲。你要干什么？出去！只见小胖墩直接环抱住他的脖子，粉嘟嘟的小肉脸使劲往他冰冷的俊脸上蹭，这强人所难的架势令得龚凌霄猝不及防。好爸爸，我吃完糖糖了，你来接我回家。说着小肉脸又蹭了蹭，似乎很喜欢龚凌霄脸上的胡渣。龚凌霄顿时恼怒，谁说我是来接你的？大饭锅却不以为意，开启了另一个话题。爸爸，你车的轮子被我拆了，厉害吧？他下午无聊至极，于是跑去停车场拆车，硬是拆完4个轮子才放过这辆车，滚下来。这话听得龚凌霄杀心四起，大饭锅却晃了晃小脑袋，爸爸我不会滚，你教我滚。说话时小肉手紧紧抱着龚凌霄的头，顿顿的肉脸差点把龚凌霄的脸贴变形。龚凌霄咬牙切齿，凸起青筋的大手抱住大饭锅，本想把小东西从身上扯下来，却发现小肉墩触感柔软，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让他莫名心动，直到一声焦急大喊才将其拉回现实。龚总不好了，车子要散架了。龚凌霄眼看娃扒拉不下来，只能抱着其下车。大饭锅感受到自己被爸爸护着，一种双向奔赴的父女情让他暗流涌动，更是亲昵的把小脑袋埋在龚凌霄肩窝里。爸爸很爱我，我给爸爸一个礼物好。说着便从小书包里拿出一个发出滴滴响的东西，令得龚凌霄和李特助双眼不禁瞪大。爸爸，这个东西会响还会发光哦。小奶娃像发现什么珍贵的宝贝，小心翼翼地捧着定时炸弹递到龚凌霄眼前，直接将龚凌霄气个半死，整张脸也是气得通红。臭丫头，给我扔掉！他承认最近倒霉，确实有不少仇家要搞垮他，可千算万算怎么也没算到今天会遇到这个蠢东西。眼看上面的红色数字正在倒计时，龚凌霄顿时急了，你不扔掉他我就扔掉你，到时候任由你被炸死。小奶娃见他气得涨红的俊脸微微皱眉，小手握住定时炸弹上的红色电线用力一把，便见定时炸弹上的倒计时瞬间停下。爸爸，你是不是担心我被炸成糊糊？龚凌霄不敢置信地看着大饭锅手中的定时炸弹，一个2岁的娃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拔对了引爆线。爸爸你好爱我。小家伙根本不懂什么是害怕，继续拿着手上的炸弹抱住龚凌霄。龚凌霄看着搁在脖子上的炸弹异常恼火，感觉自己被娃耍了一样，下去不要叫我爸爸。却不料此时原本暂停的定时炸弹再次滴滴响起，随之响起的则是小奶娃那宛如恶魔般的声音，爸爸你爱我吗？爱我就带我回家。这一句2句的跟威胁没区别，令得龚凌霄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。眼看数字就要跳到1，他急忙出声，爱你爱你我的仔。大饭锅闻言开心的露出8颗牙齿，冲他明媚一笑，爸爸我也爱你。定时炸弹在最后0.1秒被大饭锅暂停，所有人都捏了把冷汗，龚凌霄也是大松一口气。回到豪宅，龚凌霄板着臭脸抱着奶娃走进客厅，佣人们顿时一惊，这小女娃简直就是穿了女装的龚凌霄缩小版。哇，好多菜！小家伙看到一桌子饭菜，当即上前，自觉地坐在主人的位置上。大饭锅确实不懂什么是主人位置，只知道这个位置面前好吃的最多。他吧唧着口水，将饭碗递到龚凌霄面前，爸爸要多饭。龚凌霄看向一旁已经盛来饭的佣人，他伸手接过递到大饭锅面前，小家伙两眼澄亮，伸手去接，却不料
不料龚凌霄竟当着他的面将饭扔进垃圾桶里，一旁的佣人和李特助瞬间被他们 boss 幼稚的行为给无语到，大饭锅也是瞬间红了眼睛，粉嫩的小嘴微微扁着。龚凌霄见他想哭的样子，心里莫名一爽，却不料下一刻就爽不起来了。爸爸吃的饭掉了，我吃的大饭锅饭没有掉。说话的同时，他把放在一侧的电饭锅挪到自己面前，爸爸你也吃。大饭锅扒了口饭的同时，还不忘指了指垃圾桶，这直接将龚凌霄气的血压升高。李特助，给我查他到底是谁派来的。大饭锅像听懂了什么似的指了指自己圆圆的脑袋，扯发发，验 BBA， 我是你的仔。他都忘记了师傅说见到爸爸要把头发验什么，这样就不会被赶出来。于是热心的站在椅子上扯下2根头发递到龚凌霄面前，滚开！龚凌霄嫌弃的推开那沾满油渍的手。大饭锅蹙眉看向龚凌霄头顶的头发。这时李特助把调查的报告递了上来，这位小小姐是灵山寺庙的老师傅送来的，说是你2年前带球跑的女人生的。至于今天的炸弹是在昨晚就被别人安装在车子底下，跟小小姐没有直接关系，要不是小小姐及时拆除，恐怕我们今天就被炸死了。所以小小姐不会是仇家的人。李特助的话刚落，龚凌霄就感觉脑袋突然一痛，只见小家伙正揪着2根头发递到他面前，爸爸验 ICU， 我就是你的仔。龚凌霄见此愤怒的抓住奶娃臂弯，兴许是气上头了，没能控制好力道，令得大饭锅直接仰头大吼起来。这惊天动地的哭声传遍整栋豪宅，没有任何育儿经验的龚凌霄第一次感受孩子哭声的威力，弄得他耳朵像是要聋了一样，脑瓜子嗡嗡作响，不许哭。然而大饭锅却压根不理会他的脾气，哭得更加厉害。一旁有育儿经验的佣人连忙说道，龚少爷，小孩子得哄，你这样小小姐是不可能停下来的。闻言龚凌霄就像听到一个非常可笑的笑话，他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哄小屁孩？只是这个娃肺活量是真的大，哭声一下比一下高，眼泪更是哒哒哒的滴落在后脖梗上，弄得他整个身子都黏糊糊的。无奈下他只好双手抱住对方，乖，不要哭了。小家伙泛着眼珠的大眼睛嘤嘤停下，抬起刚才被抓疼的小肉臂对龚凌霄道，呼呼痛痛。龚凌霄无语的翻了个白眼，大饭锅见他不帮，呼呼再次小嘴一撇，眼看就要继续哭，龚凌霄赶忙妥协，我呼。大饭锅很快就不哭了，不记仇的龇牙笑起来，爸爸真乖。闻言龚凌霄一怔，怎么有种被孩子玩弄的感觉？但还不等他说什么，就见大饭锅开始疯狂干饭，吃完一锅再吃一锅，就连他面前的烤鸡也在眨眼间就剩下个骨头，看得龚凌霄愈发嫌弃，他们龚家的优良基因绝对不会生出这种货色，一定是有人想陷害他。吃过晚饭后，大饭锅犯困的打了个哈欠，靠着座椅就睡了过去。龚凌霄见此一脸嫌弃的吩咐女佣，给我把他洗干净。龚总，小孩子睡着后最好还是不要吵醒他，要不然会哭得厉害。你是不想干了？龚凌霄板着臭脸，女佣为难之下只好轻手轻脚的抱起大饭锅，只是龚凌霄发现自己裤头一紧，导致他起身的步子一顿。女佣尴尬的说道，小小姐貌似扯住龚少爷的裤头了。龚凌霄冷眼瞥去，发现那满是油脂的小肉手正死死勾着他的西装裤头。为了预防今早在公司的一幕再次发生，他不得不抱着对方去洗澡，可由于没有帮孩子洗过澡，便只是草率的拿起花洒随便冲洗一遍。眼看抓着他裤子的小手松开，他就不想洗了，却不料小家伙突然叽咕起来，擦擦脸呀，摸摸肚皮，屁屁也要清洁到。龚凌霄一愣，下意识看向小屁孩的屁屁，洁癖十级的他根本不可能做这种蠢事，他没理会，随便拿过一条浴巾给他裹上，却不料一个小肉脚一蹬，浴巾顿时松散开来。小崽子闭着眼睛喃喃道，咯吱窝耳朵后，脏脏都不能放过。龚凌霄感觉自己要气死在浴室里，忍无可忍捏住小家伙的肉脸，小屁孩，我警告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，老子帮你洗澡已经是你的荣幸，不要得寸进尺。大饭锅好像听懂了似的没再说话，安静的让龚凌霄裹上浴巾。此时佣人进来帮小家伙穿好衣服，大饭锅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缝，似乎感觉到帮他洗澡的好大爹已经走了，便再次闭眼沉睡过去。这头被折腾了一天的龚凌霄觉得自己都要虚脱了，可刚进书房准备休息，就听到李特助的敲门声，这让他顿时精力旺盛起来。孩子不是我的对吧？龚总，这娃真是你的。李特助拿来几家机构验的 DNA， 都显示100%的直属关系。龚凌霄闻言满脸不敢置信，拿起那几份检测报告左看右看，根本不相信小屁还是自己的种。龚总，我们根据 DNA 资料库查到孩子妈妈就是2年前你的未婚妻叶慧。闻言龚凌霄脑海顿时闪过一个车祸画面，就是那个女人差点把他撞死，要不是其妹妹叶夏告诉他叶慧的真面目，他还真就把这个恶毒女人娶回家了。那女人现在在哪？目前暂时没有查到叶慧小姐的消息。寺庙老师傅称，当年叶慧把未满月的大饭锅放在门口就走了，只留下了这张照片。龚凌霄看向李特助递来的发黄照片，照片像被水泡过，但能隐约看清他的长相，正是当年他第一次追求叶慧时对方帮他拍的。龚凌霄又翻过照片，看到上面写着这个衰人是孩子的爸，一时间脸色瞬间阴沉，居然敢叫他衰人。一旁的李特助也是小声嘀咕道，貌似你这2年确实挺衰的，要不是龚家拥有强大的背景，估计不出5年就得破产了。龚凌霄却不信邪的将相片揉搓成团，我才不衰，他相信自己跟衰运没关系，只要他不放弃就绝对能逆风翻盘。说罢便转身朝自己卧室而去，然而正当他要躺下时，却发现被子拢得高高的，好似藏着什么东西。当被子掀开，大饭锅激动的从被窝里起身，他伸手掀开被子，哇，被爸爸发现了。龚凌霄见此眉头紧皱，谁允许你睡我的床？要知道这小家伙是他洗的，至于洗没洗干净他比谁都清楚，巴巴的就是我的，巴巴的床就是我的床。说着大饭锅扑通一下再次倒下床，卷起被子在床上滚来滚去。爸爸没有被子了，爸爸你又有被子了。大饭锅，龚凌霄忍无可忍，冲着他怒吼，爸爸来玩啊。大饭锅卷起他的被子，蹦跶一下跳下床，这对于洁癖十级的龚凌霄来说简直就是作死。臭丫头，你给我站住，今天老子要告诉你什么叫家规。而大饭锅见他追上来却更加兴奋了，来追我啊。那宛如小马达的小短腿绕着床一圈又一圈，龚凌霄见此死死咬
着牙。叶慧，我龚凌霄就算找遍天涯海角都要把你抓回来。言罢，直接一个箭步上前，抓着大饭锅就丢出卧室。大饭锅站在门口用力推了推门，爸爸开门。龚凌霄却压根不予理会，反正有佣人去照顾这个娃，他现在只想尽快休息。却不料下一刻一声巨响传出，将龚凌霄吓得一个机灵坐起身，就见自己那价值100万的房门躺在地上，面前大饭锅正笨拙的抬腿往大床上爬，一上床便开始用力蹦跳起来。爸爸好好玩啊！一时间整个豪宅都充斥着天真烂漫的笑声，完全无视了眼前脸黑如屎的龚凌霄。他冷冷躺在床上，小屁孩每蹦跶一次，他身子就随之颤一次，直到20分钟后，大饭锅才停了下来，小身子软软的朝龚凌霄身上趴了上去，巴巴贴贴，说着还不忘拉过龚凌霄的手，抱住他的小粗腰。龚凌霄脸色铁青，正想开口，却发现孩子渐渐睡了过去，瞬时间世界安静下来。龚凌霄至今都不敢相信自己有一个娃，更不敢相信自己在哄娃睡觉。早晨冷清的别墅里响起咚咚咚的敲木鱼声，龚凌霄睁开眼就看到2条小短腿搭放在自己肩膀两侧，正有节奏的晃啊晃。坐在其头上的大饭锅看到他醒来，激动的将小肉脸凑了上来，爸爸，肚肚饿饿。龚凌霄满身起床气，烦闷的将其扒拉下来。楼下找佣人。大饭锅眨了眨大眼睛，压根不懂什么叫佣人，他只知道每次醒来师傅就会抱他去吃饭，于是摊开双手看向龚凌霄，抱抱。大饭锅。龚凌霄后语气冰冷的说道，不许这么娇气，自己下去。大饭锅见爸爸不抱自己，眼睛顿时一红，张嘴就要大哭出声，却被龚凌霄赶忙捂住，而后无奈的抱起小肉墩，却不料大饭锅突然死死抱着他的头，爸爸快快抱紧我，扫把星来了。话音刚落，楼下便传来女佣的声音，叶夏小姐早上好。闻言，大饭锅抱着爸爸的手更紧一分，令得龚凌霄止不住的咳嗽起来，臭丫头快放开，喘不上气了。可大饭锅却越抱越紧，犀利的眼神盯着门口，不要乱动。来了来了。走廊外，叶夏隐约听到有孩子的声音，昨天他就听说龚凌霄带了个孩子回来，难道是真的？于是放轻脚步，小心翼翼地走到房门前，却发现门口空荡荡的，而面前正有一大一小冷冷地盯着自己。扫把星！大饭锅尖锐大叫。龚凌霄感觉自己的头都要炸，但又拿对方没办法，便烦闷地看向叶夏，有事？叶夏拿起手中的文件走上前，这是研发部的文件，需要你签字。大饭锅一时更激动了，小手对着龚凌霄的头猛拍，不要过来，退！拿着文件的叶夏尴尬地站在原地。龚总，这孩子是我的崽。龚凌霄连解释的耐心都没有，直接便承认下来，却令得叶夏瞳孔地震。龚总，你怎么会有孩子？他记得龚凌霄这2年身边根本就没有女人出现，除了他以外不可能有女人上他的床，你姐的？龚凌霄拿过文件走出房门，我姐的？叶夏更是不敢置信了，他紧跟上去追问道，真的是我姐的孩子？龚凌霄顿时不耐烦起来，冷厉的眸光朝他瞪去，听不懂人话吗？扫把星听不懂人话。大饭锅学着龚凌霄不耐烦的表情也朝叶夏瞪去，两父女表情简直一模一样，别说是不是他姐的孩子，但肯定是龚凌霄的娃无疑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他当龚家少奶奶的梦不就破碎了？而就在他想这些的时候，一道大吼响起，给我滚下去！大饭锅也奶凶奶凶的看着他吼道，给我滚下去！叶夏一时间僵在原地不知所措，好在下一刻就听龚凌霄开口道，我说你那臭丫头，老子我要换衣服去公司。龚凌霄双手把小家伙从头上强行分离，却不料小家伙就像个八爪鱼一样死活不松，不要，我要看爸爸换衣服。龚凌霄闻言顿时一愣，脑海中不自觉想起他妈妈看到帅哥的样子，两人简直一模一样，可自己可是他爹啊！于是二话不说，直接将小肉墩往叶夏的怀里塞，你跟叶夏阿姨在外面等我。听到这话，大饭锅更加激动了，肉乎乎的身子疯狂扭动，不要，我不要跟个鸡窝一起。眼看叶夏的手就要伸过来，他用力一蹬，直接落地，还一副后怕的拍了拍胸脯，好险，差点就碰到个鸡窝了。眼看龚凌霄往更衣室走去，他赶忙迈开小短腿追赶，可小脚还没踏进去就被龚凌霄反手关门。他生气的双手叉腰，身后的叶夏哄道，阿姨跟你到楼下吃早饭好不好？大饭锅抬眼撇了撇嘴，我才不要跟个鸡窝一起。叶夏这时才反应过来对方的称呼，不敢确定的询问道，你是叫我个鸡窝？大饭锅抬起手指着自己胳肢窝道，叶夏就是腋窝，个鸡窝你不懂吗？大蠢蛋！叶夏顿愣住了，整个人差点气得自燃，长这么大还从未有人说他的名字是腋窝。可还不等他发作，就见小家伙傲娇的从面前走过，还不给我滚滚哦！你要看我爸爸换衣服？叶夏简直要气死在那，却又不得不跟着对方下楼。小姐，这是你的早餐。女佣用可达鸭的儿童餐具盛了晚饭递到他面前，却不料被大饭锅放到了龚凌霄的位置上，而后抱着电饭锅吧唧吧唧吃了起来。这一幕直接惊呆了叶夏，不自觉的便开口说道，是猪吗？吃那么多？恰巧此时龚凌霄也已经换好衣服从楼上下来，见到来人，大饭锅夹起一块牛排递到龚凌霄碗里，公猪吃饭。闻言龚凌霄脸色骤然一沉，你叫我什么？公猪啊！大饭锅奶乎乎的扬起小脸，说完又继续扒了几口大米饭。身后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叶夏忍不住笑出声，这种智商跟个蠢货一样，能让龚凌霄喜欢才怪。然而下一刻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只见大饭锅举起油滋滋的小肉手朝自己指来，他说我是猪，那巴巴就是公猪啊！叶夏脸色瞬间苍白，后怕的对上龚凌霄冰冷的俊脸，你骂我女儿是猪？男人阴恻恻的声音冷如冰窖，那与生俱来的压迫感让叶夏后背发凉。不是啊，我是觉得小姐可爱，是可爱的小猪猪。大饭锅却不吃这一套，巴巴他又说你是公猪了。这话令得叶夏堂皇瞪眼，不是的，龚总，我真的没有恶意，我以后不敢了。龚凌霄瞥了一眼，严肃警告道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也是你姐的孩子。
孩子，你身为小姨，请尊重这个孩子。闻言，叶夏再次愣住了。不是说龚凌霄这辈子最厌恶的就是孩子吗？怎么现在还护崽了？大饭锅则感动的伸手抱住龚凌霄的脖子，爸爸你好爱人家哦。然而换来的却是龚凌霄的白眼。吃完饭，龚凌霄准备前往公司，却被大饭锅扯住裤子，不要丢下我，我也要一起。龚凌霄看着自己新换的西装又被沾上油渍，脾气瞬间上来了。你再这么不听话，我就把你扔出去。却不料话落的瞬间，一声大吼便响彻整个别墅，那声音就像电钻般直击脑壳。无奈下，他只好妥协，带你去，带你去。大饭锅当即止住哭声，牵着龚凌霄的手往门口的车子走去。这时身后的叶夏开口道：龚总，我没有开车，能不能送我一程？龚凌霄也没多想，点了点头，便率先上车。身后的叶夏紧跟而上，将小短腿的大饭锅就这样晾在车外。由于车子底盘高，大饭锅即使抬高小短腿也上不去，需要慢慢爬才行。叶夏坐在龚凌霄旁边，看着车门前怎么也上不来的大饭锅，心里顿感得意。却不料下一刻，一道冰冷的声音自身旁响起：你下车抱他上来。叶夏闻言撇了撇嘴，极其不情愿地把大饭锅抱上车。岂料小家伙上车的瞬间就把车门关上，还没来得及上车的叶夏赶紧敲响车门。大饭锅竖起小手指朝车窗键猛戳，将不喜欢叶夏的样子全都表现了出来。见此，龚凌霄无奈地开口，让叶夏坐后面的车。李特助应了一声后缓缓踩下油门，车外的叶夏气得原地爆炸，本想坐同一辆车，在路过叶家时让龚凌霄跟他进屋，好让叶妈叶爸误以为他们关系进阶到下一个阶段，结果现在连车都上不去。深呼吸几口气后，叶夏这才稳住心神上了后面的车。而坐在前车的大饭锅突然重重拍打龚凌霄的电脑，不要去南海大道。龚凌霄专注的思绪一下被打断，他烦闷抬眼怒瞪，臭丫头你给我安静，不要影响我工作。李特助听着大饭锅的话眉头微皱，刚才叶夏小姐好像说要回叶家一趟，确实要经过南海大道。龚凌霄下意识看向身后的车子，爸爸不要去南海大道，你听到没有？突然的尖叫声直冲龚凌霄脑门，令他的内心极其崩溃。不去就不去，喊那么大声干什么？你爹我又不是聋子。却不料大饭锅在听到这话后害羞的双手交叠，爸爸又夸我了。龚凌霄顿时捂住额头，说他嗓门大也叫夸。叹了口气后，他无奈的闭上眼睛。就在这时，车内响起广播，南海大道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，致3人死亡4人受伤。广播刚播报完，龚凌霄的手机就响了，接起电话就听到叶妈着急的声音：凌霄你没事吧？我听说南海大道发生了交通事故。龚凌霄淡漠道：没事，我没有从那边过。叶妈闻言顿时松了口气，吓死我了，昨晚叶夏说今早会来这里一趟，我以为你们今早从这边过呢。谁？这时大饭锅小脸贴到龚凌霄脸上，龚凌霄敏锐察觉到小肉脸又要蹭他，便赶紧把小家伙轻轻推开。而电话那头的叶妈听到孩子的声音，好奇问道：怎么有孩子的声音？我的崽，叶慧给我生的。龚凌霄是一点都不避讳，别看他很嫌弃大饭锅，但一有人问他还是大大方方承认的。却在他话落的瞬间，对面就传来一声尖叫：什么？叶慧怎么会给你生孩子？是不是搞错了？你才搞错，不懂哪个是自己的孩子，弄个真假千金，笨笨笨！大饭锅语出惊人，直接把龚凌霄和叶妈惊住了。你这个小丫头！叶妈隔着手机都要被气炸了，一把年纪还没被人这么说过。大饭锅却不等对方话说完就打断道：我叫大饭锅，今年2岁，有个渣男爹，没有妈咪。他像是在自我介绍，甚至对自己一下子说出这么多非常自豪。龚凌霄看着他傲娇的小样，无语的挂断电话。谁教你说我是渣男的？是你妈妈！龚凌霄将小家伙抱在怀里教训道：不可以学你妈这么没礼貌，我没妈，听不懂人话啊！大饭锅懵懂的望着龚凌霄，接着道：那你知道我妈咪在哪里吗？龚凌霄整着张冷脸开口道：我不知道。结果就听见了大饭锅嘲讽的语气：那你就是渣男，连老婆在哪里都不记得。龚凌霄这下沉默了，似乎继续跟这娃说下去会被气死，于是转过头去不再理会大饭锅。当车停下后，大饭锅便挂在龚凌霄身上，死活不愿意下来。龚凌霄只好抱着他一同走进公司，一进门就引起不少人的注意，尤其是看着自己总裁板着冷脸，怀里却抱着一个软萌的奶娃。大饭锅见此也是自来熟的向众人打起招呼：嗨，我叫大饭锅，今年2岁，我爸是渣。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被龚凌霄赶忙捂住嘴，不许再这样自我介绍，否则就不给你饭吃。顿时间大饭锅安静下来，更是乖巧的窝在龚凌霄怀里，任由对方带他上到顶楼办公室。刚进屋，大饭锅就一屁股坐在龚凌霄的位置上，肉墩墩的小身板左扭右扭，爸爸爸爸你帮我推推，我要转转。说罢直接抓起龚凌霄的手放在椅背上，快转转，我没空。龚凌霄正想缩回手，就见小家伙抽泣了2声，水灵灵的大眼睛瞬间泛红。龚凌霄赶忙捂住嘴，顺手推动那张老板椅，令得大饭锅兴奋不已，整个办公室都充斥着他的笑声，气得龚凌霄火冒三丈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拿手下员工撒气：叶夏去找个人帮我带孩子。愤怒的吼声吓得叶夏浑身一颤：我知道了，龚总，我这就去找合适的人帮你带孩子。而一旁的大饭锅显然不是个安分的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爬到龚凌霄的办公桌上，拿起上面的小车模型玩了起来。我要开车了，不能松开手开车。他小手一推车子，车子滋溜一下直冲龚凌霄蹲实的屁股。倚靠在办公桌上的龚凌霄突然感觉被什么东西撞了下，转过身发现小家伙正滴溜着大眼睛盯着自己的屁屁，松开手开车就被撞死哦。龚凌霄捂着额头强迫自己冷静，半晌后才开口道：李特助你留下来看着他。李特助应了一声后，正想着该如何带娃时，大饭锅竟拿起桌上的文件折了个纸飞机，大灰机发射。李特助见此赶忙上前：哎呦小祖宗，不能玩这份资料啊，这很重要的。话落便准备将小家伙抱下来，却不料大饭锅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不要，我要画画。接着便拿笔在文件上画小红花。李特助见此两眼一闭，差点昏死过去。他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就要终结了，而这时大饭锅还好死不死的将画给李特助看，好看吗？李特助一时间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小姐你这样会被爸爸骂的。听到要被骂，大饭锅手上拿着的笔一松，双手叉腰拧着眉，肚子饿。李特助闻言赶忙哄道：叔叔给你好吃的，你要听话哦。下一刻
拿到零食的大饭锅果然安静了下来，可一旁的会议室却不安静了。你们这一群废物，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今早发生事故的车子是我们公司的？研发部和技术部是死了吗？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无人感应。现在我们上热搜第几了？站在一旁的叶夏立即打开网站，目前是第一。肇事者家属说是我们智能驾驶引起的车祸，需要我们马上回应。龚凌霄看着热搜前4都是自己公司新发布的新能源车子，脸色越发难看。叶夏则在这时小声说道：“其实今早那份合约技术部有对智能驾驶做了解释。”龚凌霄冷脸一沉，转身走出会议室。当来到办公室，入眼是满地的纸屑，跟在身后的叶夏假模假样的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天啊，小小姐怎么能把文件撕了？”接着又捡起纸屑，故意抬高声音：“龚总，你看，文件都被小小姐撕烂了，都看不到了。”龚凌霄冷脸阴沉可怖，愤怒地看向正在晃着小脚美滋滋吃着冰淇淋的大饭锅：“你给我过来！”却不料大饭锅像是没听到般继续嗦着冰淇淋。见此，龚凌霄的忍耐度瞬间到底。大饭锅！可在他喊出这滑稽的名字时，愤怒感莫名就被击溃一般，致使他不得不走过去抓住小家伙的衣领：“吃死你算了！”这刻薄的话让李特助都畏惧了，生怕龚总一怒之下把小小姐扔出窗外。毕竟龚凌霄薄情冷漠，对于孩子非常讨厌。然而剧情却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来。只见大饭锅又从沙发上拿起一个冰淇淋：“爸爸放心吧，吃不死的，你也尝尝，好好吃。”龚凌霄顿时被气得七窍生烟，特么的叶慧是给自己生了个傻子吧？这时一旁的叶夏上前开始装起好人：“龚总要不还是不要计较了，毕竟他才2岁，也不懂什么，我们今晚加班重新弄出来吧。”龚凌霄冷冷凝视着面前的小东西，把攥紧的纸张递到他面前：“以后不要撕这些纸，明白吗？”却不料大饭锅竟双手叉腰反驳道：“不行，你蠢还摔，我不放心。”说着他竖起中指面向龚凌霄，这国际礼仪手势直接将龚凌霄看麻了。臭丫头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打你？然而大饭锅却毫无畏惧，还将那碎纸屑贴在龚凌霄额头：“爸爸，你看到了吗？”龚凌霄眉头皱了皱，拿下碎纸片瞅了一眼，下一刻便响起了怒吼声：“叶夏，你给我滚过来！”叶夏浑身一颤，赶忙上前：“怎么了，龚总？这份东西你到底有没有看？”龚凌霄愤怒地将纸片拍在桌子上，直接吓得大饭锅一个嘚瑟。他转过肉乎乎的小脸：“吓到我了，你给窝乎乎！”龚凌霄看到小家伙委屈巴巴的控诉，原本严肃的气场瞬间变得温柔，大手掌搭在小家伙毛茸茸的脑袋上摸了摸，这反差萌让在场所有人都惊讶住了。没人想到这是龚凌霄会做的事情。一旁的叶夏看到父女俩的暖心互动，极为不爽，于是开口打断：“龚总，我有认真看过，我确认没有问题才拿过来的。这上面写的智能驾驶能够完全代替人工驾驶，你觉得这话没有问题吗？”龚凌霄拿起被大饭锅撕碎的资料，上面还有骑在字句下面画的花花，像是要把这个问题圈出来一样。叶夏闻言一愣：“有吗？没有吧？”岂料话刚落，大饭锅就拿起碎纸朝叶夏额头贴去：“你自己看有没有？”个鸡窝！叶夏气得鼻孔都张大了好几倍，但也只能忍着怒火挤出笑容：“宝贝，小姨我看不到，你个年纪轻轻，老虎眼喽！”他那不标准的奶娃音顿时俘获了外面女秘书的母爱，毕竟他们平时都是看叶夏的脸色工作，现在总算有人治叶夏了。叶夏看着纸片上的字，再次浑身一颤。其实他根本不懂，很多都是不懂装懂。就拿这个智能驾驶能够完全替代人工驾驶，当时是他把技术部的分析改了，因为他觉得这样能在新能源汽车市场里更有卖点。直到今天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，他才知道智能驾驶是无法完全替代人工驾驶的，但他可不敢将真相说出来，于是只好嫁祸给技术部和研发部。龚凌霄闻言瞬间震怒，叫那2个部门给我过来。没一会，2部门负责人满头大汗地走进办公室。龚凌霄拿起那张碎纸张，冰冷开口：“谁写的智能驾驶能够完全代替人工驾驶，而且还未经我同意就把内部资料发到网上？”负责研发部的乔总赶忙开口：“龚总，这不是我们写的，我们通篇总共提了3次。智能驾驶虽然能够解放驾驶人的双手，但是存在必要的安全隐患，暂时不能完全替代人工驾驶。”却不料在其话落的瞬间，叶夏便大吼道：“你瞎说！不是你写的难道是我吗？我的电脑可是有备份的，你信不信我现在打印出来？你们看看你们是否有这句话？再说你们2个大男人竟然让我一个女人背锅！”叶夏说着委屈地转过身看向龚凌霄，他哽咽2下，眼眶瞬间通红：“姐夫要为我做主啊，我真的没有做损害公司的事。”这时安静了许久的大饭锅突然指着部门负责人开口：“我信你们！”乱入的小奶音让哭得稀里哗啦的叶夏顿了下，他擦了擦眼泪看向大饭锅：“不是我。”接着又瞥了眼2部门部长，在技术圈擅自泄露技术机密也不是没有过。“你胡说，我们技术部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”站在前面的技术部长道：“龚总要是不信可以搜查我们的手机。”听到手机，大饭锅眼神敏锐地盯上叶夏，个鸡窝！叶夏朝大饭锅狠狠瞪了眼，故作淡定地拿出手机：“我手机就在这，如果姐夫你不信我可以随便查。”说着还扬起手机朝大家挥了挥，一副亲者自亲的样子。然而这时站在桌子上的大饭锅突然环住他的脖子，叶夏猝不及防之下手机被抢，转过身就看到大饭锅已经打开了他的微信：“小小姐你放开我，你好重，弄得小姨好疼。”爸爸，他说我胖。小家伙闻言很不开心，委屈巴巴地看向龚凌霄。龚凌霄则想都没想就开口道：“他皮包骨不好看。”叶夏闻言不禁愣在原地，而大饭锅则趁此麻溜地往龚凌霄怀里扑：“爸爸送你手机，去换把菜刀做饭饭。”大饭锅把叶夏的手机举到龚凌霄面前，叶夏与公司外人聊天的页面就这样呈现了出来。第一条就是他传输的 Word 文档。